你有没有发现，你的好有时候是一种不太快乐的习惯？同事拜托你帮一个不在你职责范围内的忙，你明明自己的工作都快做不完了，但话到嘴边却变成了好，没问题。朋友临时约你参加一个你其实没兴趣的聚会，你本想好好休息，却下意识地回复好啊，几点？甚至当别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时，你心里的第一个念头不是生气，而是如果我拒绝了，他会不会觉得我很小气，很难相处？每一次答应之后，心里总会有一点点委屈，每一次把我不要吞回去，都感觉自己又缩小了一点点。你用好啊，没关系，都可以，为身边所有人都撑开了伞，却唯独让自己的心淋着雨。如果你对这些场景感到无比熟悉，那么我想给你一个温柔的拥抱，因为这不是你的错。这份不敢拒绝的习惯，往往源自于一个非常久远的渴望被爱的童年。小时候的团子就是这样一个孩子。有一次，他不小心摔坏了妈妈最心爱的音乐盒。妈妈下班回来，看到碎片，没有责骂，只是脸上写满了失落和疲惫。那天晚上，话也变少了。小团子好害怕，他觉得自己是个麻烦，让妈妈不开心了。隔天，他为了弥补，努力地帮妈妈扫地、浇花，做了好多家事。当妈妈看到干净的地板时，终于露出了微笑，摸着他的头说：“团子真乖，真懂事。”在那一刻，一个念头像种子一样，在小团子心里悄悄种下。原来，当我有用，当我乖巧的时候，妈妈才会开心，才会爱我。我的情绪，我的需求，好像不那么重要，甚至可能会给别人带来麻烦。从此，他学会了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感受藏起来，用满足别人的期待来换取那份宝贵的爱与肯定。长大后，每一次面对别人的请求，他潜意识里都不是在回应这个人，而是在回应童年的那个自己，回应那个害怕妈妈失望的小女孩。你害怕的不是拒绝本身，而是怕那个被拒绝后就不再被爱的自己。现在是时候让我们一起温柔地抱一抱那个总是小心翼翼的自己了。请你一定要知道，你的价值从不需要用讨好来证明。真实的你就已经值得被爱。学会拒绝，不是要你变成一个自私、冷漠的人。恰恰相反，它是在为你的温柔与善良设立一道健康的界限。唯有如此，你的付出才能给予真正值得的人，而不会被消耗殆尽。这需要练习，会感到不安，甚至会有罪恶感，都没关系。我们可以从最小的一步开始。练习1：创造缓冲时区。下次在收到请求时，别急着说好。深呼吸，然后告诉对方，我需要看一下我的行程，晚点回复你好吗？这个小小的暂停，就能让你从下意识的讨好中夺回思考的主导权。练习2：使用3明治拒绝法。先肯定对方，再温和拒绝，最后给予祝福。例如，谢谢你第一个想到我，真的好开心。但我这个周末真的需要好好休息，所以没办法参加了。希望你们玩得愉快哦。你会发现，温柔而坚定的拒绝，并不会推开真正关心你的人。每一次温柔的拒绝，都是一次对自己最勇敢的肯定。
学会对外说不，是为了能对内好好的说一声是。是的，我可以休息。是的，我的感受很重要。是的，我值得无条件的爱。在这里，你永远可以安放你的情绪。